欢迎大家再次收看 Scratching a Dancing Way。那么这个是我的第二个影片，那今天主要是要介绍这个 Portable Turntable， 那也要告诉大家说它跟一般的唱盘机的一些差异性，还有相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 Numark 出的一台随身携带型的唱盘机，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找到其他品牌的，像是 Vertex 的，或者是 DJ 问号他所出的一个 Spin Box。那这些随身携带型的唱盘机都可以做一个 Scratch 的一个动作。那我选择这一台 Numark PTO1 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它拥有最多的改装品，你可以去做一个改装的动作。那当然，其他品牌的像是 Spin Box， 你可以自己改变它的外观来做一个组装。Vertex 那一台的话，因为它是已经停产了，它可以说是最早期大家拿来做一个户外 Scratch 的一个机种。现在你要买那一台机子的话，可能不是很容易买哦。那一台，我现在来介绍我这一台机器，因为上次在教学影片中，我只是跟大家讲说，最基本的 Scratch 的技巧嘛。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很多疑问在。如果说你没有这一台机器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有些动作为什么我要那样做？那好，那我现在就是跟大家解释我这一台机器，因为我这一台其实做了很多的改装，所以我现在先拿另外一台来好了。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台，这一台是我的第一台，也就是它的第一代。这个部分是我们所谓的唱盘机的唱盘，所以它会转。所谓的 turntable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转。那这也是我们所放唱片的地方。如果说是以我的这一台来说的话，当我移动这一个唱臂的时候，它就会做一个开与关的动作。当它开的时候，它就会旋转。那也会有一个声音出来的好的，这个是唱盘，这个是唱盘会旋转的唱盘。那再来，对唱盘机来说，最重要的几个部分就是唱盘以外，还有这个唱臂。这一台是我的第二台，这上面的这个唱臂就是原厂唱臂。那当然，这两个唱臂各有好处啦。原厂的唱臂来说，它当然是最符合原本的设计嘛，所以我其实是单纯的就是喜欢它原本的设计，所以后来我使用的都是原厂的唱臂。那这一台我的第一台是做了改装的部分，它是用一个 Bihari 的唱臂。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是可以到网络上面去做购买。这个唱臂来说的话，它就跟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唱盘机的这个唱臂可以说是一样的，但是在这个携带式的唱盘机上面来说的话，它没有原始唱臂上面的那个调整你的唱针增压的一个调整的部位。那因为它没有那个调整唱针增压的那个部位，所以在这一种携带式的唱盘机来说的话，因为它不能调增压，你也不能调anti-scat， 就是抗跳针的一个调整，所以它会造成说它很容易跳针。因为这种唱臂来说的话，它跳针的几率高很多，所以使用一个律动去做 Scratch 的动作就显得更加的重要，因为你要防止它跳针。那
对，这是题外话了。那好，再来就是下一个部位是这里，大家看这里有3个旋钮哈。那3个旋钮它各有不同的功能。那左边的这个旋钮来说，它上面写的 pitch， 它 pitch 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唱盘机这个地方有一个 pitch 的调整的一个 fader 在哈。那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唱片加快速度或减慢速度。当你在调整速度的时候，它的 pitch 也会跑。当你调快的时候，它频率会越来越高，那所以它的 pitch 会越来越高。那当你调低的时候，一样就是 vice versa， 就是当你调低的时候，频率降低，所以它的声音会pitch 也会降低，这样子。再来第二个 tone 的部分，它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 EQ 调整的动作而已。那它就是将输出的声音 focus 在高频的部分，或者是 focus 在低频的部分。好，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传统的mixer 上面，它会有高中低的一个 EQ 嘛。那当然这种 professional 的 mixer 它会做比较细部的调整，你可以只调高、只调中、只调低。为什么要调这个呢？那其实是因为 Newmark 它在出这一台，可能有考虑到大家可能会拿来做 scratch 的动作。当你 scratch 的时候，你不是很常会碰放的动作吗？当你做碰的动作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碰的一个声音在。那这个声音其实会传到你的唱针、唱头，然后再从你的 speaker 发出一个碰的一个声音在。那我们调这个，当我们在做 scratch， 其实会希望把这个碰的声音给尽量能消除就消除掉，所以我们会做这个调整的动作。这个是一个 tip 哦，就是大家需要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很多人现在在使用 Serato Scratch 的时候 ，Serato 其实是不会有这种声音的，只有在我们使用这种传统的唱片在做 Scratch 的时候，才会有这种状况产生。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。再来第3个旋钮很简单，它写 Audio 嘛 ，Audio 就是你可以调整你的 volume， 你的声音的大小声这个部分。这一台第一代的 Newmark PTO1 来说的话，它没有这个部分给你放 fader， 所以你可以看我这一台，我的第二台 PTO1， 它其实是有一个位置让你摆放 fader 的地方。那这个 fader 的话，其实是跟传统 mixer 上面的 cross fader 是一样的功能。当我们传统的 mixer 的 cross fader 转到左边的时候，代表是左边是开，右边是关。那推到最右边的时候，是右边是开，左边是关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推到最左边，就是只有左边的音乐在，所以你右边如果说即使它有在运作中，你也不会听到它的音乐的声音。那一样，反之 vice versa， 它当你推到最右边的时候，就是只有右边的声音，就右边的音乐，那左边的音乐你是听不到的。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特性，开与关的特性，去做一个 scratch 的动作。好的，那回到我们这个 portable 来说的话，因为 portable 这个它只有一个唱盘嘛，那它这里有一个 fader 在，那这个 fader 是怎么了？就是它不会像我所说的，它左右各一个唱盘机，所以它不会左右都切换，它不会做左右的切换，而是它会变成说，只要推到最底就是关的意思，那推到中间就打开，推到左边最底它也是关。再来，它这个 portable 这个携带式唱盘机，它其实有一个 adapter 在这里，反正是一个转换环就对了。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？
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是做什么用的。这个是你早期的唱盘，它有分2种孔，不是说全部都是像这一种的。像这种唱片的话，它就是只有中间一个孔，那这个孔就是直接放上去，你就可以做播放了嘛，它就不会乱跑了。以前的唱片，小张的唱片我们叫做45转，因为它就是旋转的速度是45 RPM 的。那种旧的唱片，它需要这个环，我先把这个环放上去哈，然后给大家看，这个就是以前的唱片，以前的45转的唱片，它必须要用这个环去固定它。哦，我拿别的 adapter 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比较有重量感的 adapter。那唱片放上去，它就可以固定住，然后维持在同样一个位置做一个旋转的动作。好，我发现我刚才忘记讲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讲到这个旋转速度的部分哈，就是大家仔细看这里。转速的调整的部位，它有33转、45转跟78转。现在大部分唱片都是33转，尤其是你如果是买12寸的唱片的话，大部分都是33转。那还有后来出的，虽然说小张的黑胶唱片看起来是很像旧式的45转的唱片，但其实它是33转的。Scratch 用的工具片这种。大部分会是33转的，那78转呢？这个其实是很少见的。有些早期他们用10寸的唱片的时候，他们会是78转的，那这个真的是很少见。只有在你可能很喜欢去唱片行找一些旧唱片的话，可能会有时候会找到78转的，那几率很低，所以这个很少用得到。这个就可以就是知道就好了，很少会去用。还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种旧式的这个吸带式唱盘机，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没有放 fader 的地方嘛，所以大家会弄一个就是这种Velcro 这种的，就是新式的魔鬼毡。但是这种新式的魔鬼毡，它其实是没有毛毛那一边的，它是两边都是塑胶，然后是一根一根的那种面的。我放近一点，可能大家可能比较能够看得到。这个是新式的魔鬼毡。当你买的是这种旧式的 Newmark PT-01 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是这一个外接式的 fader。这个是 The Dean JC Dean JDD X2R， 那这个就是后面一样也是像我所说的，它也是尖的就是很多一根一根的这种魔鬼毡，跟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也是一根一根的魔鬼毡。它很神奇的是，你可以压上去，它就固定住了，而且非常的稳。比旧式的那一种，就是一边毛边一边刺刺的那一种魔鬼毡还要稳固，非常的好用。但我不知道台湾哪里有在卖，也不知道到底台湾会是就是中文会叫做什么名字。反正这是我你知道就是在美国那边看到的。那在美国的话，如果说你人在美国，你可以去Home Depot 买。刚才是讲到跟传统式唱盘的相似之处啦。那现在我来讲差异处。第一个，这个唱盘是塑胶的，所以就会有我所说的，当你的手指太用力放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碰的声音。所以就像我所说的，你要做一个低音消除的一个动作，变得非常的重要。像你看传统的这个啊，它的碰的声音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烈。
那因为我比较希望能够尽量消除它的碰的声音，所以当你看我这一台第二台期待式唱盘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把它改装成铝制的，所以它就会碰的声音会比较轻微，还是有，但是轻微非常多，比原本的它的就是原厂所给你的那个塑胶的好非常多。好的，再来传统式的，我们是它会有一个开关钮，会有一些花招啦，就是你在这一个吸带式的唱盘机，你没办法做，因为它是变成说它是当你在转动这个唱臂，打算要听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打开，那你要收回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关起来，所以它就变得没办法说用按钮的方式去做一个花招。对，像 Technic 的唱盘上面来说的话，它会有一个灯，就是当你在夜店放歌的时候，是算是辅助你去看唱片的一个功能。那当然，我们这个没必要拿去夜店放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不会有这个东西。好的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集的主要内容。如果说大家一样喜欢的话，那就是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我会再上传一些新的教学影片。好，Have a good one。